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九蛇算，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透乎 LateMate 模组 1.3.1 版本的更新预览内容。因为本次更新的内容比较的多，我们会在后续再更新 1.2.1 版本，而至于之前的 1.18、1.19，我们此后就不再进行维护了。首先就是美术资产的更新，这次呢，我们更新了东方 Project 的几个新做的角色。同时呢，还添加了西方 Project 的角色。最关键是添加了更多酒壶不同装束的模型、纸板壶的模型和海螺螺的模型。接下来就是模组自带的一些模型和材质的更换，这些全部都是由美术作者康制作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美术作者。如果大家有其他人想写模组，可以找他进行合作哦。这里我只罗列出来了一部分修改的材质，包括我们的祭坛、停灯、神龛，还有部分物品的模型，以及女仆的一些娱乐方块的材质，都进行了非常精良的修改。当然，可能会有人说：“哎呀，我想用一下旧版的模型，材质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在选项资源包这里可以直接看到一个 TLM 旧版材质，你把它勾选上就可以了。接下来的一部分内容是通过自己游玩原版风格的服务器，然后汲取的一些游戏修改的灵感和意见啊，包括你现在女仆模组所有的模型，包括像一些实体模型啊、方块实体模型，全部都可以通过资源包进行修改了。另一个就是很多内容进行了数据包化，比如说女仆妖精的攻击目标，现在是可以通过数据包进行修改的。祭坛这个蛋糕盒的掉落物也是可以通过数据包进行修改的，而且我们把它的动画也优化了一下，现在打开的动画会变得更加的流畅，而且到了点以后呢，这个蛋糕盒会自己解开，同时还有粒子效果啊。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优化，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祭坛，祭坛现在把它摧毁和修建都是有音效的。同时呢，你在上面放上物品也有动画，而且还有相应的音效。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神龛啊，神龛的话，过去创造模式使用它也会扣血量，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修了。同时呢，还添加了一个这个作者通过 AI 跑出来的一个酒壶人设，我们直接把它做成了原版的一幅画，2×3大小的。接下来是一些原版附魔的细节修改，比如说我们的干珠之药。过去呢，它是可以附上消失诅咒和经验修补的，这很明显不合理，所以现在呢，这两个附魔它都没有办法附加上。接着是原版的这个绑定诅咒和消失诅咒，现在女仆呢也会受到这两个附魔的影响。如果是绑定诅咒，你穿上去取不下来；如果是消失诅咒，女仆死了，这个东西就消失了。当然，这个规则的话也是没有变的。我们知道原版有一个保留物品掉落物的一个规则，女仆呢也受这个规则的影响。接下来是经验修补附魔的一个修改我们知道呢，原版的经验修补只能作用于主手、副手和盔甲栏，我们修改了一下机制，如果女仆吸收了普通的经验，那么这几个格子，包括我们的饰品栏，都是可以进行修复的。如果它吸收的是 P 点呢，那么背包类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进行修复。接下来就是原版的潮涌核心在过去呢只能对玩家有效，现在潮涌核心呢对女仆也是有效的，所以在有潮涌核心的地方，女仆是不会溺水的，非常安全接下来就是我们战利品箱子的一个大幅度的修改我们在过去呢这个战利品箱子设计的非常简陋，现在呢我们优化了很多设计。首先，所有的战利品箱子都有 33% 的概率来获得 P 点，钓鱼呢也有 10% 的概率钓出 P 点。村庄里面呢能够生成女仆的各种保护性的饰品，神庙里面呢则能生成一些稀有的饰品。最特殊的是林地府邸和前哨站，我们知道林地府邸和前哨站能够自然的生成没有主人的女仆，那你要是野外探险遇到这些女仆，你没办法收服她们呀，所以我们就在林地府邸和前哨站的箱子里面生成了蛋糕和只有几次能够使用的相机。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把蛋糕驯服女仆，让相机收起来，非常的合理啊，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嘛。接下来是地牢，地牢里还有包括我们的废弃矿井，里面就能够发现各种各样的女仆背包啊，包括地狱的这个地狱堡垒也能发现。至于像神龛呢，过去它出现的频次实在是太高了，我们现在修改了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低的概率能够出现在末地图书馆、远古城市、末地城宝藏箱子这些地方。最后就是我们的空魂符，就是没有任何女仆的魂符，只有非常低的概率能够在埋藏的宝藏里面发现。通过这一系列修改呢，我们在野外探险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获得女仆的一些相关东西啊。接下来就是模组联动相关的内容。首先呢，就是 TACZ 新版本增加的 M134 专管机枪。现在呢，我们给女仆装备上，它的动画也正常了。包括我们把模型切换为传统版本的女仆模型，也是有对应的动画的。而且呢，我们过去这个传统版本的女仆的话，它只有在瞄准的开火的时候才会有一个举枪动作。我们把这个问题也修了，现在只要拿着枪就是举枪动作，这样看着才更合理嘛。接下来是大家头疼的枪械爆炸的问题。在过去的版本里呢，我们知道这个女仆呢受到枪械作用的影响，它是会受到伤害的。现在就不会了，我们来试一试。你看，连爆炸的这个反弹效果都是没有的，非常强啊！所以不用担心女仆把自己炸死了。接下来是有很多玩家用这个神话枪械这个附属，结果女仆呢把玩家给打死了。现在呢，你哪怕给枪械附上神话附魔，也打不死玩家了。这个 bug 也修了啊。接下来是一个经典的模组啊，过去我把它叫做这个深度怪物学习，现在新版本改名叫敌对神经网络啊。我们给它呢增加了一个兼容，就是我们这个女仆妖精是可以进行训练的，打死它呢是可以掉落屁点的。接下来我们来到本次更新最为巨大的一部分，还是我们的 AI 对话这一块，我们完全进行了一个重构，增加的站点数量也大幅度的增加，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字节跳动、阿里云、腾讯3家的语言模型都支持，还包括传统的 DeepSeek 也支持，包括像硅基流动这样的网站也都是支持的。音频呢，除了我们之前讲过的 Fish Audition GPT Service， 我们还增加了硅基流动和 Play2 这个 APP 的音频支持。语音识别呢，我们除了 Play2 和阿里云之外呢，也支持了硅基流动的一个音频识别，这些呢现在都可以进行配置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如何进行 AI 聊天对话。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小白，你在对女仆进行聊天的时候，那么它肯定会弹出一些提示，需要你去安装一个叫做 Play2 的软件。我们直接搜索 play2.game 就能够找到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点击此处进行安装就可以了。安装好了，你打开以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这块呢，一般不需要做过多的修改。接着呢，你只需要进入游戏，直接对着女仆摁一下键盘上的 T 键，你就可以直接对它进行一个对话。当你打开女仆的主界面，可以看到侧面有一个全局设置，这一块呢，你就能够看到大语言模型设置、语音合成设置和语音识别设置相关的内容，可以选择性的开启聊天、语音合成、语音识别等诸多功能。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调，这一块全部保持默认就可以了。当我们打开女仆的界面，可以看到这一块呢有一个菜单，这里也可以选择大语言模型的站点。默认情况下呢，你应该只能选择 Play2。语音合成的站点，默认情况下你只能选择系统和 Play2。下面呢就是我们语音合成的一个模型选择。Play2 内置了几个模型，我个人测试发现这个日语版的模型目前感觉是比较好的。当然，你这个语音合成的语种也要相对应。接着呢，我们再进行聊天测试。可以看到效果还算可以。当然
Play2 本身的话也是支持一个音频输入的，我们在这里也能够看到音频输入的站点，这里呢也能够进行一个选择，这样子我们直接按一下键盘上的 X 键就可以跟女仆进行对话了。那度过了刚才的新手教学，接下来你可能想试试换一些其他的站点，比如说我想去换一个硅基流动的站点，换一个阿里云的站点，我该如何去修改呢？依旧是打开我们游戏的文件夹，找到我们的配置文件选项，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选项里面呢，就能够找到Toho LaTeMed 模组的选项。现在呢，我们所有的站点配置文件是在这个文件夹下。下面可以看到区分了3个部分，这里的 LLM 就是我们大语言模型， STT 呢就是我们的语音识别， TTS 呢就是我们如何把文字变成我们的语音啊。在这一块呢，它有一些 JSON 文件可以进行修改。这里我们在进行修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里的 Enable 选项一定要设置为 True， 你才能在游戏内进行一个选择。其他的参数大家可以如法炮制的进行一个填写就可以了。当我们全部填写好了以后，只需要在游戏里输入 TLM AI Chat Reload 指令就可以了。这样子呢，我们在打开配置界面的时候，就能有更多的选项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我们随便的调一些别的站点啊，我们来试验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吧。你好啊 Master, Wine Fox is full of energy today. 你说话的方式还挺有意思的。Because I am a cute fox girl. 接下来呢是 AI 聊天的一些更多功能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里面有一个编辑自定设定和打开历史聊天记录的功能。打开历史聊天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呢跟女仆聊天的所有的历史记录。这就是我们的对话的记忆功能。你每次对话呢，都会将这段记忆功能发给云端的 API 进行一个识别。所以如果哪一天出现了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问题，你可以在这一块先清除一下，然后重新进行聊天，看看能不能恢复。另外一个呢，就是女仆这个聊天对象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切换了一个没有人设的模型，在过去呢是不能跟它聊天的，那现在呢，它是会自动生成一个人设。我们来给大家试验一下。你好啊，我们换一下豆包吧，它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你好呀。可以看到角色设定就生成好了。我们在这一块的编辑自定设置就能够看到它自动生成的人设。你要是觉得不满意，就可以在这一块呢进行相应的修改啊。这个框的话用的是原版那个框，稍微有点问题，你鼠标直接点选是不行的，得用上下左右键进行一个光标的移动啊，很恶心。然后呢，主人称呼也可以在这里设定。当我们全部弄好了以后，点一下保存啊，注意这个保存还有一个淡入淡出的效果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配置写的挺好的，还可以点一下这块的导出设定，它可以直接导出成那个我们之前说的 YMM 格式的一个设定文件，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自己的模型包里面进行一个发布了啊。然后你再跟它对话，它就会调用刚才的设定文件了。Hello, Master. I am Cerno, the guardian of the Ice Plains. 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内容也是 AI 对话聊天的一个概念，叫 function call 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大语言模型，让女仆对游戏内做出一定的互动性的行为。注意这个功能默认是关闭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一块这里写的这个 function call 功能，要记得给它点一下打开才可以。当然打开了以后呢，也有一点点问题哦。比如说你的 token 啊，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用这个语言模型，它不有个计费系统吗？你可以理解成那样的，它的消耗量的话是会变大的。而且的话 function call 的话，在使用过程中，它因为这个数据量大了，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网络问题啊。
我们目前呢增加的 function call 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它切换各种各样的战斗模式。我们来给大家试验一下啊，我们随便的给它放上一些东西放在身上，然后呢看一下它现在的工作模式呢是空闲，我们对着它说一句，让它切换为枪械攻击模式吧。请切换为枪械攻击模式。Successfully switched to gun attack mode master. 可以看到呢，效果很好。我们再试一试，切换为近战攻击模式。I've switched to melee attack mode master. 可以看到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 token 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语言聊天模型花费的一个开销的额度如果我们不加以节制的话，尤其是在开服的服主，分分钟 token 就被耗干了。所以我们也增加了一个管控机制。现在呢，你使用 TLM AI Chat 的 tokens 功能，你就能够看到目前包括自己其他玩家的消耗了多少 token。当然了，你在这个模组的选项大语言聊天模型这一块呢，也可以去限制每一个玩家最多能够使用多少 token 现在基本上一次对话 token 消耗数量大约都在1000点左右一般一些 LLM 模型的话，它的计费方式都是按每100万来进行计费的100万的话大约是在几块钱左右，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消耗额度的。那么这就是 AI 聊天目前的全部功能我们也是尽可能把它做到最完美最全面的。接下来就是聊天气泡的一个改进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跟女仆进行 AI 聊天的时候，它的话就会短暂的生成一个思考中的一个提示图标。同时呢，现在女仆可以看到随机生成的都是一些颜文字，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让女仆说一些什么好冷呀好热了的话总有玩家问为什么女仆会说好冷呀，我把它放到火堆旁为什么它还在说，所以我们就索性改成了毫无意义的颜文字。当然这个聊天气泡功能远不止这些它还可以去生成一些进度条呀显示一些图像呀，这个我们在未来也许可以做一些更有意思的功能接下来是一些调试相关的功能，就我们之前视频里演示的那个寻路调试功能，我们默认呢要开启它的话需要使用 debug 功能 enable 设置为 true 才可以。这是我们拿着调试棒对着女仆右击一下就能够显示女仆的一个寻路路径这主要是给模组开发者或者是辅助调试用的接下来是主人转换工具就是经常有玩家说我换了一个 ID 上来，这种女仆不认识我的，我该怎么把女仆给救回来？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这样的工具，女仆转让工具。在过去的话，应该玩家用的是那个结构空位那个东西设计的非常的不明不白，很多人都搞不懂，说结构空位跟这个主人转换有啥关系？所以我们干脆重新设计了一个物品。所以你这时候呢，只需要拿这个物品对着没有主的女仆右击一下就能把它变成自己的女仆。当然这是一个创造模式才能够仅限使用的道具接下来是喂食模式的一个修正。在过去这个喂食模式非常的鸡肋它总是喂不满。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bug 修正的，女仆喂的话是会直接把你喂得饱饱的接下来是一些性能的修改有人想把女仆用来做挂机的刷怪池，那现在呢也是可以的。你把它切换为近战攻击模式，它也是可以对敌人进行进攻的。我们来给大家试验一下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呀，这攻击距离也太近了。别忘了，我们的女仆可是受好感度影响的。如果她好感度是满级的话，她的攻击距离会非常的远，攻击伤害也非常的高。接下来是菜单界面的一些微调包括我们在换肤界面点一下叉叉，它会回到我们的主界面；模型下载界面点一下叉叉，它也会回到主界面。这都是一些小细节的修改。还有女仆过去呢是可以用这个提升地藏给一个无敌效果，总是有人说这个粒子效果能不能关闭。现在呢，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个选项，可以去把这个粒子效果进行一个关闭最后就是一些 bug 修正相关的内容，这次也是修了很多巨量的 bug， 包括女仆不收西瓜南瓜的问题，还有部分情况下这个女仆的材质过去是有问题的，现在也修正了。
还有一个非常亘古的难题，就玩家去了这个地狱呀、末地呀，回来以后发现自家女仆不见了。这其实是过去我们这个寻找主人传送到主人身边的时候忘了做维度判定的，所以就会出现这个 bug。还有女仆射出这个箭，还有3叉戟在服务器死活不消失的 bug 啊，这个呢也修正了。包括女仆过去在用这个弹幕发射的时候会把玩家伤害，这个 bug 也修了。还有女仆过去不能攻击恶魂，那现在也能攻击恶魂了。还坐在这个机械动力的列车上，过去是360度乱转啊，现在呢它能够顺着我们这个列车的移动方向进行旋转。包括过去有人用一些其他模组，这个护甲值1000多直接溢出了，现在呢显示问题也修正了，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崩溃问题修正的比较的多，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那么这就是本次更新的内容，我们期待着模组的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